鲜红的笛穗一甩，唇中送气，安息一曲响起。然而温若寒脚步只是一顿，却更加暴躁起来，长吼一声就要第3次扑向魏无羡。蓝忘机脚步一错，横身挡在魏无羡身前，反手抽出背上古琴架在臂弯，挥手拨向琴弦，7弦巨颤，铮然作响。温若寒的脚步生生止住了，扭曲了脸，似乎仍想向前迈，却仿佛被看不见的墙阻了脚步，进退不得，愤怒地张大了嘴，发出断续的吼叫。魏无羡手指一刻不停地按着笛孔，安然的曲调在此刻静谧的夜里更添诡异。温若寒终于是被琴笛合奏逼得寸步难行，似乎是成功被压制了。二人不敢泄力，合奏仍然继续着。温若寒的五官虽然越来越扭曲，身体几乎已经固定下来，看样子马上就要成功了。温若寒的头已经慢慢垂了下来。就在这时，异变突生，远处不知何方突然惊起一声尖锐哨响，如剑般刺入耳膜。两人合奏微微一滞，还未反应过来，面前的凶狮突然引颈长啸，非人的吼声震彻林间，深秋里脆弱的枯叶纷纷被声波波及，漫天飘零。而后就在这样一幅萧瑟而又惊悚的画面中，温若寒开始疯狂撕扯自己的皮肤，大片带着尸斑的表皮肤被温若寒自己撕了下来。由于早已非人，并没有血液流出，很快他就像剥橘子一样，把自己剥的简直像是整个从人皮中挤了出来，分明的血红肌理外露。而后开始有岩浆一般的红色粘稠液体自他体内外渗。温若寒像一个浸透了血的人偶，仿佛被人挤捏着自内外冒出滚烫冒泡的血浆。魏无羡几乎看得呆住了，别说蓝忘机这样一个名门正道，连他这个歪门邪道都没有见过这样自毁的凶尸。他忘了逃跑，也忘了趁机攻击，只是愣愣地向地上四散的皮肤碎片看去，而后瞳孔骤缩，那些皮肤碎片上分明画满了龙飞凤舞的符咒。电光火石之间，魏无羡心下一片冰凉，转身一把抓住蓝忘机的手，喊道：快走！两人此时俱是灵力低微，御剑不能，只能在树间继续飞快穿行。急喘之间，身后伴随着吼叫的脚步重击地面，力道格外之大。二人急奔之时，都能感受到脚下地面震晃，显然已经远超人类所能达到的极限。魏无羡震惊之于思忖，这还是人吗？很快，身后那块血肉就已经用行动告诉了他答案。耳边风声突然大起，强大凶狮再是引来9天惊雷，轰然作响。一道霹雳撕破夜空，瞬间照白了魏无羡的脸。借着刹那白光，他侧手向已然追至身后的温若寒看了一眼，发现那或许已经不能称之为温若寒了。他浑身上下都已经开始溃烂化脓，本该装着2只眼球的地方，此刻黑洞洞的，两汪浓稠的不知是血浆还是其他什么的液体在其中运着，随着他的动作不断滑出，而身上溃烂的地方也咕咕嘟嘟地往外冒着血浆，隐隐发出刺啦刺啦的腐蚀声。腥臭的气味逆着风也能飘进二人的鼻子里，再加上魏无羡的惊人目力，他几乎看见几缕微弱的白烟自他身上冒出，这已经是个被自己的血浆腐蚀了的怪物了。若是让他身上的血浆滴上，恐怕不妙。魏无羡心念电转，虽然对眼前的态势还没有完全绝望，但是已经隐隐有了最坏的打算。心道虽然自己灵力不如蓝忘机，但好歹对付这种东西更胜一筹，便暗暗放慢了1-2分脚步，垫在蓝忘机身后。二人逃得不可谓不快，然而身后追凶势头更猛，所过之处血浆翻飞滴落，砸在草叶上，滋啦一声便倒伏一片，瞬间焦枯。就在这时，蓝忘机突然刹住了步子，伸手抓住了魏无羡的胳膊，止住了他的脚步，转过身来，面色阴沉。不用跑了。蓝忘机沉声道：陷阱。魏无羡闻言抬手，大片金黄的银杏叶随着不断逼近的阵战脚步簌簌下落，回到原地了。说话间，血人已至，向两人飞扑而来。蓝忘机甩手将忘机琴置于地上，抽臂沉出鞘，2指并拢在剑上重重划过，血痕迅速沿着机不可见的暗纹弥漫开来。剑上的流转灵力本已暗淡，此刻在血气的逼仄下骤然光芒大盛，
一抹暗红掺杂在蓝光中肆意冲撞，仿佛再次蕴藏着蓬勃威力。瞬息之间，蓝忘机的脸色肉眼可见地灰败下去。他扭头重重推了魏无羡一把，用平声最为严厉的声音说：“走。”而后抬手将碧尘用力抛向扑面而来的腥臭血气中。灵光大盛的碧尘瞬间没入血尸身体，一穿而过，却依然没能阻止血尸的冲势。碧尘转而又刺向温若寒，但是已经来不及阻止。蓝忘机转头见魏无羡非但未走，反而迎着他扑过来，惊怒之下只好一把将他扑倒，紧紧把人圈在自己怀里，尽可能护住他的命脉。慌乱之中，蓝忘机匆匆握住他的手，二人十指交缠，仿佛一生的缱绻都耗不尽了。眼下生死关头，也许下一秒凶尸穿胸而过的手就要抵达，却除了彼此拥抱得更紧，什么也做不了。刚刚强行用了血咒冲破自己极限，此时反噬已到，蓝忘机整个身体都在剧烈的发抖，却在这个时候突然转了性子，话多了起来，只是连声音都打着颤，字字都像敲在魏无羡最脆弱的心坎上。为何不听话？魏无羡张了张嘴，我。话音至此，他突然再次听到那声尖锐哨声，而后瞪大了眼睛，看着血尸整具身体一僵，竟是直直倒了下去。他刚要从蓝忘机怀中挣脱，只给他看着突现的生机，脑内嗡的一空，仿佛被锤子重击一下，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魂魄被强大的力量拉扯着，竟像是要离体而去。糟了，要死不死？劫魂戒现在发作了。魏无羡心中几乎吐血，然而意识却已经慢慢随着魂魄自体内的剥离而不断远去。他趁着最后的清醒，开始在身上疯狂地摸索着，想要找出有用的东西来制止灵魂交换，却只摸到了一沓随身的普通符纸。蓝忘机在劫魂戒和血咒反噬的双重作用下，已经完全失去了意识，一动不动地压在他的身上。无可奈何的魏无羡只能在身体和魂魄的双重强烈疲惫下被剥离了意识。然而闭眼之前，他看到一个人影踩着一地的狼藉，不慌不忙地自丛林中走了出来，站定在二人面前。记忆如潮水般翻滚着，一头涌进脑海里，凌乱的画面如碎片般在眼前一一闪过。魏无羡太阳穴一阵跳动的尖锐疼痛袭来，痛苦地呻吟了一声，不自觉蜷了蜷身子。旁边的三人一看床上的人反应剧烈，连忙七手八脚地按住他，防止蓝忘机痛苦之下做出什么自残的事情来。然而躯壳是活生生的蓝忘机没错，内里宿着的魂魄却是此刻一头乱麻的魏无羡。他回想起来那晚乱七八糟的经过，心绪立刻大乱，强烈的焦躁感从鼓噪的心脏冲上咽喉，上气不接下气，几乎呕出血来。蓝曦臣一手按在他的肩上，给他缓缓输入灵力，安抚他体内乱窜的真气，温声道：“你先别急，我刚刚说的是最坏的推测。现在江宗主那边也已经到了思源镇，蓝家也留了人手在那里，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然而话音刚落，袖子就被人狠狠揪住。蓝忘机咬着牙支起了身子，手劲之大，几乎要抓破布料。他抬起眼来，琥珀色的瞳孔隐隐又有涣散之意，紧紧盯着蓝曦臣，急喘了两声，开口的声音仿佛被砂纸磨过一般：“蓝湛在哪儿？”蓝曦臣闻言脸色大变，反手一把抓住蓝忘机的手腕，失声道：“你说什么？”“我说蓝湛。”魏无羡努力克制着眩晕带来的强烈恶心，艰难开口：“我是魏无羡。”思源镇一处客栈内，一对门生鱼贯而入，领头者是一个年纪不足20的年轻人，面庞白净俊秀，额间一点血红朱砂。他转身冲门生们招手示意停下，在大堂内暂且休整，而后自己径直上了2楼，门也不敲，推开一间客房就走了进去。舅舅。推门而入的精灵微微俯身行礼，听见眼前的紫衣青年应了一声后，才继续道：“我今天带人在思源镇内打听，居民说镇上最近确有异常。”江澄闻言，手中的杯子吧嗒一声放下，微微向前，有些急切地轻声道：“什么异常？”精灵皱了皱眉：“好像是断断续续的，有人在失踪。”江澄道：“说话能不能一次性说完？
非得让我踹你一脚才能说一句吗？你听不听？金陵一听，立刻被搓起了火。不想听我不说了。